一块冰售价1个亿，邻居们却争相购买，1根火腿肠作为彩礼，老婆们都在抢着加价，但我一个也不卖，因为迫在眉睫，末日将至，这些物资极其珍贵，一点就能救人一命。原来地球发生异变，因为太阳能量异常释放，地球内核开始快速扩张，大气温度急速上升，不仅气温变化，甚至地下怪物都来到了地表，全球灾难频发。首先受害的是小樱花，一场火山喷发直接吞没了她，她连末世后的景象都没见到，而我前世只是一个普通的外卖员，却见证了末日的来临，整个世界都改变了，一切都不复存在，新世界新秩序。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时代，1根火腿肠就能娶一个妻子。现在我重生了，回到了末日爆发的1个月前。我知道必须吸取上次的教训，否则末日后还是无法生存。面对身边的美女主动投怀送抱，我果断推开她，走远点，我可是有原则的。要说末日降临后什么最重要，当然是物资。上辈子我浪费了太多时间找物资，这次必须提前准备好。我来到兼职的超市，穿上工作服，没想到老板告诉我，迟到2秒钟扣1天工资。我毫不在乎，你扣你的，我做我的，这样我反而没心理负担了。上次末日降临后，老板提前跑路，我1年的工资都没了，这些就当做我的精神损失费吧。我挥手之间，瞬间，仓库内所有物资都进了我的异空间。这是我觉醒的能力，只要展开异空间，就能按意念将物品收取到一个1万立方米的超大空间中，这给我零元购提供了极大便利。靠它，我已经抽干了2座淡水湖，搜刮了好几座注定毁灭的城市。在末世中，1包泡面就是顶级美食，何况我的异空间内时间是静止的，食物保存多久都不会变质。看着手中的物资，我终于松了口气，不用像上辈子一样在末日中吃土。接着，我在空荡荡的仓库里等着老板来，看到他一脸懵逼的样子，我就释然了。做到神不知鬼不觉，这个能力真是百用不厌，可以在3米内的空间中随意穿梭。别说收集物资了，面对变异兽也能保命。完成零元购，我准备回家。这时手机突然嗡嗡作响，定睛一看，竟是江小倩打来的电话。我脸色立刻变得不好看了。电话一接通，就听见对面女人不耐烦地吼道：“苏晨，你竟然敢玩失踪，还把房子挂中介，你怎么这么不靠谱啊？你以为卖了房子还会有女人愿意跟你吗？你作为男人的责任呢？你要知道，我不是要房子，我只是想要你的态度。你不把房子送给我，我怎么有安全感跟你在一起呢？你要知道，我要你的房子并不代表我不爱你。”江小倩还想继续说什么，但我冷冷地问道：“你还有事吗？真是讨人厌，不咬人也恶心人。”然后直接挂断了电话。对于这个女人，我真的恨之入骨。上一世我们在末日中相依为命，足足2年，如果不是我到处找物资养活她，她早就饿死了。可她不仅没有感激我，还把我当成傻瓜，最后被她和黄毛联手背叛，死在了他们面前。上辈子的我真是个大冤种，竟然将自己的信任交给这种人。一想到这些，我就气得牙痒痒。这一次我不会让他们轻易死去，我要让他们体验我的痛苦，100倍1000倍的去感受。随后我冷静下来，这些物资在末日中还远远不够，剩下的只能靠买。于是我立即打电话给房屋中介，表示之前的那套房子可以按半价出售，但我只要现金，而且要立刻。不久，我乘出租车来到中介处，没想到刚下车就遇上了江小倩和黄毛。苏晨，你知道我等了你多久吗？面对昔日的美羊羊，我直接无视他。好狗不挡道，你让开点。可这时黄毛、王浩宇嚷嚷道：“谁让你卖房子的？敢卖我们的房子，信不信我让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？”我懒得多说什么，像提小鸡一样直接抓住黄毛的脖子，然后往地上一摔。我看你是找抽吧，我做事还需要你教？见自己的黄毛被摔，江小倩抓着我的衣服大声吼道：“你疯了！杀人了，杀人了！”我反手就是一巴掌。你闭嘴，再乱叫我连你一起打。被扇飞的江小倩这才捂着脸惊恐地看着我，因为眼前的我让她感到陌生。我看着地上快要窒息的黄毛，冷冷一笑：“放心吧，我不会让你死得那么快。”见我松手，黄毛连滚带爬地离开，像是见了鬼一样。就在这时，江小倩反应过来，又开始嚷嚷：“苏晨，趁我没生气，赶紧跪下道歉，不然你这辈子都别想娶我。”我冷静地回应：“谢谢你的好意。”就永远闭嘴。两人被吓得不轻，然后头也不回地跑了。你给我等着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进到中介所后，刘经理这老狐狸客气地说道：“我出钱买您的房子，您看如何？”要知道这房子价值100万，这小子竟然卖70万，他随便一转手就能赚几十万，我能不知道他打什么算盘吗？不过都和我无关，没问题，只要今天全款给我就行。为了促成这笔生意，刘经理连合同都早已准备好，您签字就行，我马上转账。很快合同办完后，银行卡也到账了70万，但对于末日需要的庞大储备来说，这只是9牛1毛，要凑齐需要的物资还有点难。可忽然间我发现了一个机会，这不是贷款吗？在正常情况下，谁敢借这个谁就是傻子，但现在不同了。我立即打了个电话，当我说出想用房产证抵押时，对方直接给了我一个地址。不久后我便来到大海借贷有限公司，没想到放贷的还是老熟人，黄毛的哥哥王大海。他一上来就压价，你这房子最多值50万，而且房本要先放在我这里。我明确告诉他再加10万，我现在就要，你放心，给我1周的时间，我立马还你钱。听到这话，王大海这小子就是个赌徒啊，
只要沾上这东西，亲爹亲妈都敢卖，还想着翻本，怕我今天不玩死你。很快我的账户又进了60万。画面一转，我来到了绿城大酒店。虽然之前搬空了许多仓库物资，但热乎乎的饭菜仓库里没有。而且在前时，这座酒店经历各种天灾，还挺了过来。现在末日即将爆发，把这里作为长期居住地也不错。很快，一位自称是经理的女人来到我面前。我叫刘新蕊，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？我抬手便订购了1000桌酒席。刘新蕊被吓得目瞪口呆，她连忙点头答应，把我当成了隐藏富二代。我们有5000一桌的，1万一桌的，还有3万和10万的。我没想到绿城酒店的规格这么高，于是定下了1万一桌的。我先付50万定金，1周后结清尾款。刘新蕊连忙答应。要知道光成本就要50万，但能和这人搭上关系也值了。就在这时，他突然问了一句：“您是要结婚吗？”“对，结婚用的，顺便帮我再订个总统套房吧。”不久后，我心满意足的离开了。真是幸福啊！1000万的宴席，50万定金就搞定了。至于尾款，末日后的一个冰块就值几个亿。就在我离开不久后，江小倩和王浩宇偷偷摸摸的来到经理面前：“您好，我想问一下，刚才那个人来这里干什么？”得知我在这里订购了1000万的宴席后，两人纷纷惊掉下巴。怎么可能？他哪有钱啊？直到刘新蕊拿出付款记录，两人才确定这家伙真的是富二代啊！我要当富太太了。他一辈子没想过这样的生活，如今竟然要在苏晨这个舔狗身上实现。就在江小倩做白日梦时，我已经开始算账了。除去刚才的消费，还剩80万。但之前零元购的时候，很多必需品没买到。即使只付定金，现在的钱也不够用。但很快我又想到什么，马上末日就要来了，要不用一些网贷的话，岂不是太亏了？于是接下来的2个半小时内，各种认证和实名，我一口气将市面上所有的平台全都录一遍，只要你敢给，我就敢要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终于我还是弄到了97万巨款。有了资金后，我开始寻找必需物品，比如壁炉、制冰机和冰块等超市没有的东西，我全都在网上买了一些。要知道，末日不仅仅只有炙热，之后还会爆发严寒，能不能挺过去，就看这些东西够不够多。接着，我用50万定金在网上订购了2000吨无烟煤，随后又联系制冰厂订购冰块，但这次需要面谈。就在下楼的时候，没想到又碰见了阴魂不散的江小倩，还有她的闺蜜李娜。前世就是这个人，不停在背后说我坏话，还唆使江小倩霸占我的房子。看着2个鬼见愁，我一点好心情都没有。谁知江小倩却羞红着脸将我拉住。得知我的富豪身份后，她要牢牢把握住我这个金龟婿。眼看自己都摆出委曲求全的样子，我仍是没有丝毫搭理她，意思江小倩和闺蜜都以为我在考验，连忙打了一辆出租车跟上我。很快我就来到了制冰厂，一阵寒暄后，我直言问道：“2000吨可食用冰，多久能搞定？”吴老板拍着胸脯保证，只要2天半就能完成，400块1吨，80万就能搞定。我直接拿出手机给吴老板转账10万定金，2天半后送到指定地点付清尾款。老板是个直性子，他问：“你买这么多冰块是有什么活动吗？咱们之后再合作，价钱好商量。”我笑了笑，说准备拉去非洲做慈善。不久后，江小倩2人跟了上来，同样开始打听我的消息。得知我买了80万的冰块后，2人都惊得下巴掉了。现在可以确定苏晨就是大富豪了。他们从老板口中得知，这些冰块都是我要拉去非洲做慈善的。准备好必要的物资后，我决定去享受一下生活。看了菜单上所有的食物后，我竟看到了价值17000的随机菜品。服务员介绍，这乃是主厨亲自操刀，具体做什么要看主厨发挥。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，于是准备尝试一下。不久后，一位粉色长发、身穿职业装的美女端着我点的随机菜品走来。得知眼前的女人是主厨后，我顿时一惊，怎么会是她？地狱除魔断崖在前世的末日，有着化腐朽为神奇的厨艺，没人能抵挡住那种诱惑。含有剧毒，吃了必死。见我如此震惊，断崖脸色抽搐，难道害怕一个大美女在菜里下毒吗？我很快反应过来，大快朵颐地吃着牛排。也就是现在，末日让他给我做饭，我才不敢吃呢。吃饱后，我准备到世纪酒吧看看。传闻这里可是商都的销金窟，很多二代在这里花钱，却什么也没得到。如今在末日来临前体验一下，也算是没有遗憾了。谈笑中得知身旁的妹子因被渣男伤害，来到这里借酒消愁。谁料还没喝几口，妹子就脸红红的靠过来：“帅哥，你单身吗？”不料江小倩2人又跟上，我也发现了他们。就在2人要冲过来时，我拉着妹子冲下2楼，随后躲进了一间大床房。我将房门反锁后，云云的动作有些笨拙，她害羞地说自己没有经验。我弹了她一个脑瓜棒：“你是醉了吗？清醒点。”随后告诫她这几天尽量别出门，多囤点食物。拒绝了她，我还是有些遗憾的。看外面这2人的架势，今晚也不可能有机会。2天半后，我订购的物资全部送到指定仓库，而江小倩、李娜和王浩宇3人也闻声赶来。当他们看到绿城酒店浩浩荡荡送来的1000桌酒席以及铺好的红地毯庄重仪式时，江小倩又开始做白日梦，以为我如此隆重准备，铁定是要向她求婚。当江小倩走过来问我买这些东西的用途时，我冷冷地瞥了她一眼，表示帮忙搬完东西就告诉她。她的脸一下就黑了，开什么玩笑，我可是要成为富太太的人，怎么可能干这种粗活？一旁的李娜提醒她，这一定是在考验你，
想看你是不是够资格成为富太太。听到李娜这么一分析，江小倩顿时行动起来。好啊，我可不是那种矫情的女人。她咬紧牙关，扛着物资，心中还是做着美梦。成为富太太，自然是要品学兼优，只要自己能经住考验，今天苏晨肯定会娶我的。一旁的李娜见状，居然也来帮忙，她脸色泛红，一副妩媚模样，暗自计划自己当个小老婆，喝口汤也行。有这么多免费的劳动力，我自然乐享其成。这么多物资，就算酒店和厂商派了人来，也要搬很久。于是从清晨一直搬到黄昏，所有物资终于全部被运送到仓库内。期间，江小倩累成狗，一口饭都没吃。全凭信念，她心中暗自盘算，要是当了富太太，就把她所有的钱都变成自己的。李娜更是累到脸色铁青，跪在地上气喘吁吁。这个混蛋居然让我们搬这么重的东西，那些冰块都100多斤。考验完成后，苏晨也该宣布我就是新娘了吧？那些有钱的宾客也该出现了，可我却给搬运工们每人1万红包。大家辛苦了，一点心意，请收下，剩下的资金我会根据合同1周内补齐。这时，苏晨，你是不是还有什么要对我说的？感谢你们帮我干活，但是没有报酬，你们可以走了。江小倩彻底慌了，还幻想着即将嫁入豪门。你别开玩笑了，肯定有惊喜的，让宾客们出来吧，咱们好好结婚过日子。而我只颜如今欠下一屁股债，还把房子卖了，这样你还愿意跟我吗？不可能，上千万的酒席，几万的餐厅消费，你怎么会没钱？你说这些啊？是一个大老板打算做善事，回头都要拉到非洲解暑，我只是帮个忙。听到我的解释，江小倩彻底抓狂，丑恶的嘴脸再也掩饰不住。江小倩张牙舞爪地向我扑来，你这个混蛋，一直都在骗我。苏晨，你根本不是富二代，你再也别想娶到我。听到这话，我满脸嫌弃，谢谢你的祝福哈，你这样的我还真不想碰见。就这样，江小倩撂下狠话，扬长而去。我也笑了，两个呆子，等末日到了后，有你们好受的。随即，我转身将铁门锁好，抬手展开异空间能力，将仓库内的物资全部收入进去。接下来坐等末世降临。时间眨眼来到10天后，江小倩和李娜被我拒之门外，便和王家兄弟俩整日混在一起。我则早早来到了总统套房。上一世我跟江小倩躲在地下室里，才逃过了极热末日。没想到这次甩了她，她还是跟到了这里，正好新仇旧恨一起算。就在两人你侬我侬时，空中的月亮突然发出剧烈的能量，温度也开始急剧上升，几人瞬间便感受到了不适。他们鬼哭狼嚎地冲回酒店，怎么突然感觉月光这么烫？不行了，痛死了！他们的速度几乎快打破100米冲刺的世界纪录。可回到酒店内，三人仍觉得热到要爆炸，就连远处的鱼缸都不放过，争抢着扑进里面用凉水降温。反观后面的王大哈，此时已快被烫成熟人了。小弟上前查看伤势，吓了一跳：“海哥，你得去医院看看吧。”王大哈听闻就打电话给小弟小刀，让他开车来酒店接自己。可小刀刚走出车库，就感受到一股晃眼的白光，而且车子没开出去多远，便全部爆胎了。小刀连忙下车查看，有没有搞错？居然热到爆胎了！什么天气啊？他刚准备给王大海打电话，说自己过不去了，谁知他的鞋子接触地面后，竟瞬间蒸发，导致小刀重心不稳，摔了个四仰八叉。可当他爬起身时，却已来不及，只听见滋啦的声音不断响起。王大海电话那头传来滋滋的烤肉声，此时的小刀已化为焦炭，人间蒸发。而这时，我却舒舒服服地躺在总统套房内，不仅有最舒适的空调，还有一大片的游泳池，一点也不担心会热。第二天，全国室外平均温度已达到75度，地面温度更是达到了恐怖，几乎形成了出门必死的局面。市电力中心也因承受不住巨额负荷，瞬间爆炸，导致全城电力瘫痪。没有空调的降温支撑，室内温度急剧飙升至40多度，即便是不穿衣服，众人也都热得汗流浃背。怎么办啊？这样下去迟早会被热死。忽然，江小倩想到什么，我记得苏晨的总统套房里有游泳池，我们可以去抢过来。画面一转，我已经在泳池里降温了，不仅准备了立式空调和供电的大型蓄电池，还放上冰块保证房间的温度。坐在沙发上享受着82年拉菲，简直是爽炸了。同时，我还拿出了一大堆酒店做的美食。末日的第一天，就简简单单的吃个早餐好了。就在我准备享用美食之际，房门被敲响了。开门，开门！苏晨，我知道你在里面。我将房门缓缓打开，一瞬间冷气便泄露出来，感受到这股凉意，王大哈差点无法自拔。好舒服啊！我却神色冷峻地望着门外几人。你们有什么事吗？王浩宇见到游泳池、冰块和食物，顿时双眼放光。大哥，你快看，好多东西啊！李娜更是骂骂咧咧地说：“苏晨，我们都快热死了，你凭什么独自在这里享受？没错，你太自私了，赶紧滚出这个房间！”王大哈也急忙表示：“小子，你借老子的钱该还了吧？把房间给老子让出来，就当是你这几天的利息了，不然我就直接把你扔到外面去。”见王大海要强行挤进来，我直接就是一枪。他感到不可置信，自己居然中枪了。此时我脸色冰冷地说道：“再往前一步就得死。”其他人顿时便被吓得不敢动弹。他居然有枪，这家伙哪里弄的呀？苏晨算你狠，你牛，我认栽了。可砰的一声，我又给了王大海一枪。你要滚就滚，废什么话？是想死吗？现在我数3声，立马从我面前消失。不多时，王大海从我的总统套房灰溜溜逃走，便碰上了大厅内的高强等人。几人一顿添油加醋，将我有物资的事情告诉了大厅内的人。很快，众人便浩浩荡荡地行动起来，美其名曰是要合理分配，实则都想抢夺我的物资。不多时，我再次打开了房门，看见屋内的冷气
众人皆是露出贪婪的目光。小同志，我们是来跟你商量事情的。你看现在不是危难时期吗？这整个酒店里就你这里还有空调，能不能让我们进去凉快一下？年轻人要学会尊老爱幼啊。小同志，你一表人才，肯定是乐于助人的。此时，一个小屁孩四处张望，像是在找什么。忽然，他看见了我桌上的茶几，随后便发疯一般冲向屋内。我上去就是一脚，管好你们的孩子，不然的话，我不介意帮你们好好管一管。见我动手，人们瞬间失去理智。他只是个孩子，你怎么下得去手？你这种人就不配待在这个房间，把他赶出去。随后，一群人便冲了上来，我抬手就是一枪。人们顿时冷静了下来。我是一个人，但你们也只有一条命，要不要试试？谁走得快？邻居们都怂了，他们灰溜溜地走回一楼大厅。可就在这时，心灰意冷的邻居们等来了救援。为了防止车子因炙热无法行动，救援车将车轮改成了履带式的，车窗还做了隔热。见车子停在绿城酒店门口，所有人都是一起，太好了，肯定是特地来救我们的。这下我们有救了。可当武装人员下车后，却让所有人让开一条道。请问刘振国院士在吗？直到一个男人出面自认刘院士，我们是救援队的，您快穿上隔热服跟我们离开。闻言人群一下就炸了。等一下，你们不是来救我们的吗？你们不能只救一个人啊！工作人员安慰道：“大家冷静点，官方已经开始救援行动。凌晨12点是一天温度最低的时候，今晚你们就可以自行前往归谷广场，那边是最近的救援点。”闻言，众人喜笑颜开，一副真的看见希望来临的模样。可就在这时，孙德彪冲了出来：“老子是孙氏集团的，老子给你1个亿，把隔热服拿来，老子现在就要走。”见状，救援队的人一把将他制服。刘振国院士是我们的地质学专家，对这次灾难有着重要作用，请你不要妨碍我们的行动。孙德彪却大声吼道：“高强，你在干什么？老子养你是做什么用的？上啊，把隔热服给老子抢过来！”闻言，高强人都傻了，是不是有病啊？没看见别人有枪的吗？就在救援队将要离开之时，江小千一把拦住了对方：“兵哥的，等一下，楼上住了一个杀人狂啊！对，那个杀人狂手里还有枪，这家伙杀了好几个人了，刚才还差点把我们带走了。”闻言，去过楼上的人都开始说我的坏话：“你们一定要帮我们做主啊，千万不要放过那个杀人狂！”方才被拦下的人也在这时摘下头套，他不顾队友的劝阻，留下来。隔热服你们先带走，处理完后我再跟你们联系。随后他拿上武器朝楼上走来，让我看看你究竟是何方神圣。见此，江小千不由得冷笑，等苏晨被击毙，我就能待在那个房间里等待救援了。而这时，兵哥已经走到了楼道中间，他忽然有些迷惑地看了看眼前的东西，这盆栽中的不正是摄像头吗？就在他愣神之际，我打开房门，扔出一个催泪瓦斯。等他反应过来时，已经来不及了，瓦斯熏得他眼泪直流。他见情况不妙，本想准备撤退，可我却在这时来到他身后，砰的一声响起。等兵哥再次醒来时，他顿感全身冰冰凉凉，很是舒服。我已经将他的身份查明了，卢晓峰，特种队副队长。既然你已经醒了，那我们就聊聊吧。他有些发懵地看向周围，空调、冰块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又是怎么弄的枪和催泪瓦斯？我就是个应届毕业生，枪什么的都是在中东旅游时弄到的。你要是不信的话。随后我询问道，官方是不是已经设立了救援点，打算让居民们明天凌晨自行前往？闻言，卢晓峰一惊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要知道他们才第一次见面。见状，我瞬间明白，情况和上一世差不多。我没有解释，只是告诉他，凌晨的温度虽然会降低不少，但暴露在月光下超过10分钟，一样会晕厥，很多人会死在前往救援的路上。卢晓峰表情有些尴尬，我们也知道，可很多人已经撑不下去了，只能让居民们明天凌晨自行前往救援点。我告诉他，其实被子和厚棉衣也有隔绝温度的作用，在不摔倒的情况下，应该能提高存活率。随后我割断了绑着他的绳索。卢晓峰还有些不解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我敬重你们做的事情，所以这次我不会杀你，但我也不会容忍你们屡次向我挑衅。卢晓峰有些迷惑，那你就不怕我离开之后呼叫救援解决你吗？怕什么？你先抬头看看那是什么吧。见状，卢晓峰呼吸一紧，带面部识别摄像头的哨兵机枪警戒塔，你究竟是从哪里搞到这些东西的？都说了是从中东顺过来的，这玩意你应该知道吧？启动后除了我，整个房间没人能活下来。不过现在这种情况，你们也应该没工夫搭理我才对。很快，卢晓峰便离开了。他给楼下的人交代完被子的事情后，头也不回的走了。见到他的手中没有枪，所有人对我的恐惧更上一层楼。这家伙真的那么厉害吗？竟然连士兵都没有办法。孙德彪气坏了，该死他！他对着高强就是一顿拳打脚踢。老子养你是干什么吃的？刚才你为什么不动手？教训完高强后，他才骂骂咧咧的离开。一个个酒囊饭袋，滚开点！一旁的长发快看不下去。老大，我们要忍他到什么时候啊？官方已经开始救援了，等次序恢复后，我们还要用到他在上面的关系。闻言，我也是无语。